是2020年12月11号。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从最高法院大法官对德州的上诉案，对这个上诉案它的反馈情况，我们从德州上诉这个案子来谈起。美国呢，自从1776年建国以来，也就是244年以来，首次由多达将近20个州和现任的正副总统一起呢上诉到最高法院，指控其中有4个州在大选中改变了规则，违反了美国宪法。这是美国首次发生，而且还得到了联邦议员，其中有109位议员力挺这件事。可以讲，任何力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显然是美国今年2020年大选呢，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违宪事件。那么这个违宪事件的发生以后，就导致了美国现在有将近20个州，以及美国现任正副总统和100多位联邦参议员、联邦众议员，他们一起要求最高大法院，他们维护美国宪法，捍卫美国的法治。这是美国建国244年来首次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你觉得是很偶然吗？网上有很多人，这些人我看了他们的谈话，他们本人要么是法学博士，要么是教授，有的甚至称为是民运大佬，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他们都是民运中间的一项享有地位的人员。这些人讲话什么？说是川普是利用诉讼在破坏美国的法治。我不知道讲这话的民运大佬，你懂不懂法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法治基础？什么叫做诉讼在破坏美国的法治呢？难道诉讼不是在维护法治吗？川普总统无论是作为他个人，还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他维护美国宪法的权利，通过上诉，通过诉讼，通过寻求美国最高法院来捍卫法治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不正是为了维护民主、维护宪法、维护法治吗？这是破坏法治吗？我简直不知道讲出这样的话的人是没有常识，还是说他是带着任务来的。所以说我看到这样的讲话，我感觉到瞠目结舌啊！这些人你要看他们的学历，他们个个是专家、教授、博士啊，他们本人都在民运战线上奋斗了几十年啊，讲起来是民运大佬啊，讲这个话我不知道是带有什么政治目的。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简单嘛，也就是德州为什么要起诉啊？德州现在不跟你去讨论大选里面有没有舞弊，有没有机器造假，有没有那些非法选票，德州没有讲这个事啊。德州只是指这4个州，被他起诉这4个州违背了公平选举的原则，也就是你这4个州，你们的选举方式和我们德州公民所选举的方式应该是一样的，是适用美国同一部宪法的，而不是由你们当地的法院和当地的行政长官随随便便在没有经过当地立法机关的批准下，你们就擅自宣布改变了大选的规则，你们可以随便宣布大选怎么选就怎么选，而且你们本州在同一个州，在不同的郡县，居然选民是不同的权利的。那么你们这个州不是标标准准的违反了宪法吗？所以德州起诉主要是要求最高法院来维护宪法，来指出这4个州他们在选举过程中他们违背了宪法的公平原则。那么美国的宪法是每个人都要捍卫的，你这几个州不遵守，凭什么让德州和其他遵守宪法的州他们跟你们采取不一样的选举原则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宪法靠谁来维护呢？所以说德州起诉以后，马上为什么就有20个州马上就跟进？跟进的目的就是让最高法院来本着美国宪法来公平的处置这些违背宪法这几个州他们的选举情况。可以讲，整个德州诉讼案它就掀开了2020年大选里面最重要的攻坚战，也是可以讲最后的终极战争。德州的诉讼案，我认为川普总统占据的天时地利人和。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我们看天时，天时也就是说，美国在2020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新冠疫情，这就是中共把它的病毒渗透到全球，那么美国呢受到的伤害最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新冠疫苗呢现在马上就要开始研制成功，立马全国就要普及，开始进行防御治疗了。也就是说，新冠疫苗的诞生，首先就可以克制整个新冠疫情对美国产生的一些不利影响。那么疫情再过个几个月，在这个新的疫苗这个根治以后，很快呢这个疫情就会结束，而且呢美国的股市大涨，美国的就业呢现在在不断的回流。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可以讲他叫功勋卓越，这是我讲的天时。那么地利就是除了本轮2020年的总统大选之外，美国的参众两院共和党在本轮大选中都是占据着上风的，特别是在州议会这一级，基本上美国绝大部分的州它的州议会都是共和党在执政，因此这个地利对川普总统非常有利。其
其次就是人和嘛，人和大家都可以看到，7400万热情的支持者，川普总统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川普总统全部具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次德州的上诉案，川普总统能不能大获全胜呢？目前德州起诉这4个州已经产生了相应的连锁反应，哪些连锁反应呢？也就是多数的红州已经加入诉讼，支持德州。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将近有20个州都支持着德州，都加入了这个诉讼或支持这个诉讼。第二个呢，就是民主党这个以华盛顿地西等为首的兰州也加入了诉讼，反对德州，支持那4个州，也就是民主党也卷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中立之州，他们呢也愿意表示加入诉讼，他们敦促最高法院来接盘，但是他们不表达立场，他们由最高法院你们来定夺。所以说现在的案子性质变了，它已经不再是川普和拜登之争，而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争，就是红蓝之争嘛。所以说最高法院断案呢，就不会再有他是究竟支持川普了还是支持拜登了来带来的什么政治压力，而是针对红蓝之争以后，最高法院要维护宪法，以宪法的这个解释来处理现在目前所发生的这个红蓝之争。所以最高法院在接到德州的这个诉讼案的时候，在第一时间就要求被告的4州，他们必须在昨天下午3点之前给出他们自己申辩的理由和答复。那么这被告4州呢，他们在最高法院规定的时间里面全部给出了答复。这个答复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呢，德州想让最高法挑选下一任总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法院不应容忍这种煽动性的滥用司法程序，而应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这种滥用不应该被复制。这是这4个州的回复。那么最高法院在接到这4个州的这个回复以后，已于今天驳回了这4个被告的州，也就是宾州、密西根州、乔治亚州、威斯康星州，他们对德州诉状的这个辩护状。那么最高法院驳回，下面就是最高法院，他们要进行一个公正的宣判。那么最高法院会做什么样的宣判？大家现在猜测的很多。我个人认为，无非就是3种判决结果。第一种判决结果，直接宣布这4个州不适当地改变了选举法，然后交回州立法机关决定你们的选举人票。也就是高法他不会判定谁赢谁输，他只是告诉你违宪了。这4个州既然违宪了，那么也就是这4个州应当由你们当地州的立法机关来确定你们的选举人团，然后由你们的选举人团投选代表你们这4个州的选举人票。如果是这个判决，显然对川普总统很有利，因为这4个州的州议会全部是共和党占绝大多数，这4个州一共有62张选举人票。如果说当地的州议会推选了他们的选举人团，把这62张选举人票投献给川普的话，那川普总统毫无疑问他就可以当选连任了。这是第一种判决结果，也就是由州议会他们决定选举人团，而非其现在选票里面的选举结果。第二种判决结果，也就是这4个州选举无效。那么选举无效情况下，就是2个竞选人，也就是川普和拜登都达不到270张票，那么都达不到270张票，就进入议会选举程序。而议会选举程序，由于共和党议员在众议院占有26个州的多数席位，民主党议员只有23个州的多数席位，那么川普就肯定以26比23能够赢得选举，最终川普总统还是连任。这是第二种议会选举的方式。当然了，还有第三种结果，第三种结果就是最高法院判决诉讼方，就是德州败诉，驳回德州的上诉。那么如果最高法院他真的是驳回德州案，这将发表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就是说任何一个州只要能编造一个借口，比方像今年就说以疫情为借口，那么各州就可以任意违反选举法和宪法。那么如果这种做法在美国能够发生，最高法院也支持的话，这将是美国选举制度的丧钟。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重要性了。大家可以回头看一看啊，如果说金斯伯格大法官他不是在今年9月18号就在那天他就死掉，而他现在还健在的话，那么现在最高法的这个比例是什么呢？就是变成了4:1:4，也就是4个自由派，4个保守派，1个骑墙派的罗伯特。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上诉案，他的这个前景就要暗淡很多。假如说金斯伯格大法官他晚死了10天，那么巴雷特大法官他还能够在10月26号就被确认为新的大法官吗？这个里面有神的主宰的，也就是金斯伯格大法官他死的是非常是时候的，他死了，所以巴雷特大法官现在当选了。那么现在最高法的大法官，现在保守派和自由派是6:3。当然了，这个6:3里面其中有一个骑墙派，这个骑墙派就是罗伯特。
罗伯特呢，他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都是跟自由派他的大法官站在一起的，是违背了保守派大法官的原则的。所以说，在本轮大选现在出现德州上诉案的过程中，如果现在6个大法官投票，很可能会出现是5-4的结果，也就是5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坚持了原则，而罗伯特骑墙倒向了自由派。当然了，也不排除罗伯特有可能这次又站在了保守派的立场，那么就是6-3的结果。这种结果呢，是大家众望所归的。所以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维护宪法的这个责任是在9个大法官他们的身上的，他们能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我们是拭目以待的。当然了，民主党他们是一直想改变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配比的。川普总统就在今天就发布了一个推特，他就说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民主党人想用26名大法官去填塞最高法院，这将是可怕的，必须被阻止。连已经去世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他都强烈反对过这件事。这就是民主党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就说如果他们执政，他们就希望能够改变大法官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配比，他们想把这个人数最多想增加到26个。这是川普总统的推特里面发出来，我都想不到民主党有那么大的目标啊！如果说最高法院把它改成26个大法官，那跟成立一个新的议会有什么区别呢？要那么多大法官，他还是能够代表美国来公平的财政美国的宪法吗？所以说到了这一步，美国就不存在了。美国的制度，民主党要不把它崩溃，不把它搞完，不把它搞烂，民主党就不会擅自罢休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现状。那么中共呢，利用美国的宪政危机啊，利用美国目前来讲大选未定，2个总统竞选人究竟谁能够出任总统，中共呢是把这个水搅浑。我们大量的数据都看到，中共是严重的干扰了美国的大选。中共就希望这样，在美国发生这个宪政危机的时候，美国没有精力腾出手来打击他们，他们趁机就开始打击人家香港人啊，用香港国安法现在抓捕了那么多人啊。前几天他们把黄之锋、周挺和林朗言送到监狱里面判了实刑，然后又把黎智英把他抓捕了，而且是不予以保释。黎智英的案子压到明年4月份才审。在关押黎智英的过程中，到昨天他们又给黎智英增加了一条罪行，说是黎智英现在里通外国，说他是违反了国安法，然后说黎智英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候，希望美国对香港进行制裁。那么这个话就被中共定为说黎智英是里通外国了。那么里通外国在他们的这个国安法上面治罪定罪定多少呢？3年起步，最高可以无期徒刑。也就是他们把黎智英判了无期徒刑，你也没办法。中共什么样的手段不敢使啊？中共把一个李怀庆都可以判20年，所以说耿孝南他们最起码也要判了10年以上。中共就可以不讲理的，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趁着美国宪政危机，现在就大肆的对香港这些主要反对他们的人物，对他们进行抓捕，对他们进行杀戮。中共就是杀鸡儆猴，让所有的反对派的人士让你们晋升。最终美国大选产生宪政危机，中共是最高兴的。中共最好美国这个宪政危机一直持续下去，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精心布局，对全世界进行渗透，对全世界进行侵入了哇！中共就要达到这个目的哇！但是中共他总是机关算尽啊，他不知道美国川普总统虽然现在面临到大选的考验，是否能够得到连任，还在他本人向最高大法院申诉过程中。但是川普总统他仍然在不断地出台各种制裁打击中共的命令啊。美国标普和道琼斯就在昨天，也就是12月10号，他们就正式宣布把21家中国的公司从全球的股票和债券指数中全部剔除出去，阻止美国投资者购买中共的这些股票。被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中芯国际、海康卫视、中科曙光、中海油，而且这个制裁还在延续，也就是像阿里巴巴、腾讯、TikTok 都有可能受到打击。这也就是美国依据川普总统的制裁令在不断的发力，这是美国证券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那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也下令，所有美国的宽带和无线公司必须撤除中国制造的各种电讯产品，尤其是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的。FCC 正式吊销了中国电信在美国的经营权。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通讯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啊？为什么美国的证券委员会、标普和道琼斯都要把中国跟中国有关的这些股票公司把它剔除啊？这就是依据川普总统的制裁令。所以川普总统打击中国，他是多方位的手段。首先从经济上要给中国断血，让中共根本没有机会到美国市场上去圈钱；其次要把美国企业迁回美国，让中共的所谓全球化的梦让他做梦去吧。但是中共就垂死挣扎，所以说他们扶持拜登啊，拜登上台以后就可以搞全球化，一旦搞了全球化以后，中共就缓过劲来了。在这个情况下，川普总统的内阁一步都没有停止对中共的打击。蓬佩奥他昨天在一个讲话中，他再一次给你解释他口中的中国代表什么。蓬佩奥就说：“我希望把我这个语言解释得清清楚楚，我解释的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共所领导的这个专制政府。” Now, let's be clear. I want to be sure that my language is precise today. When I say China, I'm talking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 love and value, as we all do, our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liv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ose that live in China as well. We want good things for them. 所以说，我觉得蓬佩奥的这个讲话呢，也代表我建民的想法。我经常在我的节目里面不断的有人跟我没事找事，说我这个节目里面一会儿叫我怎么去区分中共，一会儿怎么样区分中国。我可以说，我跟蓬佩奥的解释是一样的。我说的中国就是专制政府的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暴政下控制的这个中国。不要动不动就给我扣上什么反中国人、反华人的帽子，不要无事生非。我所在节目里面谈到的中国，绝大部分都是指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共产党奴役下的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政府，它根本不是中国人民民选的政府，我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反对中国人、反对华人的想法，因为现在中国人、华人就不是按照他们自由的方式在生活，他们是被共产党绑架和持刀威逼下的。因此，现在的中国政府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一个专制政府，反对这个中国就是反对共产党，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连蓬佩奥都需要专门站出来解释。我想我的解释跟蓬佩奥是一样的，我们指的中国就是专制政府控制下的中国。所以说呢，不要吹毛求疵，不要动不动到我的节目下，然后对我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要求。很多人对我提出的要求呢，我觉得都十分荒唐，或者说他自己就带有这种思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过多的解释，只是借着蓬佩奥的这段视频向大家表明我一个态度和立场。因为美国对中共的打击，从贸易战之后，美国对中国除了加征高额关税之外，大量的煤企他们希望是撤回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讲，如果是川普总统连任持续这个政策，中共基本上来讲就是饥寒交迫了。他们现在根本没有外贸订单，因为没有人愿意增加那么多的关税跟你中国在采购嘛。那么中共呢，当然会耍小聪明了，中共就会不断把它的产品把它运到中国附近的那些邻国，东南亚的邻国，越南、柬埔寨，然后以那个国家为产地，把它向美国出口，这样不可以逃掉一些关税吗？但是你这种做法，你觉得人家东南亚邻国人家看不出来吗？12月10号，越南政府就下令对所有中国的企业经过越南向美国出口的货物严厉盘查。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很多中国企业他们如果在中国把这些物资出口到美国，显然要被加征很高的关税，他们就把它转口到越南，贴上越南的标签，从越南把它运到美国。这都是中国人装聪明，人家越南政府不会允许这样做。所以说越南政府就在12月18号突然扣押了中国大约46.5亿美元的商品，把这些商品全部返还给中国。因为这些商品他们仅仅是借到越南把它出口到美国，越南政府根本不同意。越南政府就说，除非你中国的企业是投资到越南，在越南使用越南的工人，给越南当地交税收，在越南生产的产品，这种产品你往美国出口，那我们是接受的。如果你是转到越南，把越南作为中转地，我们根本不会同意。所以说中共呢，他每次呢总是自己打算盘，他觉得他算盘打得多么精。过去有一个香港，中共总是通过香港来完成它的转口贸易，也就是借助香港为中转地，把中国大陆的产品被美国加征关税的产品运到香港以后，以香港制造、以香港包装，把它出口到美国。因为香港是特殊关税地区嘛，所以这样就可以逃掉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了。但是香港给你搞了国安法了，你搞了国安法以后，你自毁长城啊！你把长城毁了以后，也就是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了。现在香港在美国人眼里面跟中国大陆的城市是一模一样啊，也就是把所有的商品拉到香港，以香港制造再往美国送，已经不灵了。人家美国人不吃你那一套啊。
因此他们现在就开始想方设法把这些产品转到东南亚邻国。你觉得人家东南亚邻国都是傻瓜吗？人家都会听你的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越南率先做出的对中国退回这40多亿产品，也就是告诉中共，想借到越南作为中转地没门儿。因此来讲，中共可以讲它是黔驴技穷啊，也就是转手别的国家，然后把这些产品冒充别的国家运到美国，逃避关税这条路也走不通。但是中共把最大的赌局是赌在拜登身上嘛。如果拜登当选的话，拜登毫无疑问会重新推起这个全球化。一旦全球化推行的话，毫无疑问来讲，对中国的关税就会取消了嘛。取消了也就用不着把我们的企业的产品都把它运到东南亚各国，冒充别的国家送到美国。没有关税了以后，中国的产品又活过来了。也就是一旦全球化，中共就完全活过来了。中共一旦活过来，有了钱以后，中共就可以为所欲为，在全世界搞渗透。那当然了，民主党的大佬和民主党这些大佬的家族，以及华尔街的这些资本，跟中共的达官权贵合作以后，他们每人都赚到了钱，那么每个家族都有利益。中美的这些大官贵人，人人都有利益。然后就派出大量的像芳芳这样的特务混在美国，把所有的高官拖上床拖下水，最终就是什么？最终就是染红了美国。美国就很快向委内瑞拉堕落。等到美国堕落掉以后，那时候像德克萨斯这种州，他要求独立，或者类似于德克萨斯这种红州，他再也无法忍受美国的联邦，那么最终独立的呼声就会很响。美国是否会分裂？美国是否会走向灭亡？完全在于本轮大选，美国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是怎么去捍卫和维护宪法的？美国244年来所执行的宪法路线、宪法政策，是不是就毁在这一轮9个大法官手上？如果他们坚持宪法，他们能维护宪法的尊严，我们相信美国会继续的走向伟大。就在我这个节目在编辑到最后的时候，我在网络上呢看到跳出来一条最新的消息，也就是最高法他的推特，他转推了一个专门报道最高法的新闻记者叫安妮，转推了这个安妮的推特。这个安妮的推特上面明确就说，最高法将会于12月14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上午10点钟，对德州诉讼其他4个州的这个上诉案做出一个最终的裁决。那么最高法这个裁决会是什么呢？我前面呢已经做了一个3条预测，我个人认为呢，第一条预测最大，也就是最高法不会判定谁赢谁输，既不会判德州赢，也不会判那4个州输，但是他会做出这么一个裁决，就是裁决这4州违宪。因为这4州违宪是明显的，这4个州他们自己是没有权利宣布他们因为疫情他们就可以改变宪法、改变选举权，所以说4州违宪是明摆的。那么最高法如果裁定这4州违宪，很可能是交给这4个州地方议会由你们来决定，你们的选举人团是由你们议会自己独立选出，还是说你们4个州可以决定你们4个州重新选举。那么重新选举毫无疑问来讲是2党都能接受的啦，也就是共和党、民主党都能够接受重新选举，计算真实的选票，而且手工计票重新选举。只不过重新选举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还有没有那么多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时间考验。因为美国的大选在明年1月6号就必须要确定大选的当选者，然后在1月20号就要宣布就职了。所以说重新4个州举行选举，时间上还能不能来得及？如果说时间上来不及，那么4州议会由议会推出他们的选举人团，最终这个选举人团代表他们本州人民把票投给他们议会决定的那位总统竞选人。那么毫无疑问来讲，这种做法也是符合法律的，因为当地的议会就是人民选举的，既然人民选举的议会，议会代表人民把票投给议会一致通过的那个总统竞选人，是符合当地法律规定的。所以说最高法很有可能是会把皮球踢给这4个州，让这4个州的议会你们自己决定，你们决定你们的选举人团怎么产生，是让选民重新选举，还是你们议会推举出选举人团，由选举人团代表你们议会投票就行了。因此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下个礼拜星期一上午10点钟做出的判决，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最大。那么最高法院大法官能不能做出符合顺应人民民意的这个判决，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